来吧，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这一款期待了挺长时间的冥河号。哇，盒子的外包装有点意思啊！这个峰会的画师竟然是天神英贵，哇，这个就厉害了呀！而自然出自大神手笔的峰会也是气势十足。背后这里是一些玩具的噱头和实物展示。豪华版的特点包装就是非常朴素的一个牛皮盒子了。特点的内容是一大堆的透明特效件，软胶的材质。火焰的效果啊，纹理刻画非常不错，还有排出来的雾气。除此之外，2块亚克力的立牌，这个表面的膜我还没有撕掉啊。造型方面，一个是渐纯的机器人形态，还有一个是2次元娘化的剑娘形态。哎，我在想，如果冥河号将来以后会推出这种可动的剑娘的话，就做这么大，就挺好看的吧。作为一个碧蓝航线的玩家，我还是非常期待看到这样的产品实物出现的。食品方面，一份日文的全彩印刷说明书，变形指示还算蛮详细的。配件内容：一个黑色的巨大手提箱，从中间打开以后，里边是地台的支架以及拖舰船的部位。变成人形的地台以后，撑舰船的2个 Y 字拖也可以上下插起来变成刀架子。哎，这个想法还是不错的。这样去放置，很有味儿。武器方面，一长一短2柄刀，刀鞘的部分也有鱼鳞纹的刻画。拔出来，刀刃是塑料的材质，刀身上也有红色的鱼鳞纹，并且塑胶的材质啊，这个柔韧性还可以。长刀也同理，不是容易出白痕的那种料子，相当的韧，不错的这个材质。护手的部分有这种螺旋桨的造型刻画。此外，还有一个单独的头盔，变形的时候是需要拆卸下来的，独立的包装，金色的涂装点缀，这个材质也是偏韧的，而且很日式的一种感觉啊。这个地方的加纹，织田信长家的，同时还有这样的炮塔板件，2份，哇，这玩意儿上面的炮是真的多呀。胶的材质柔韧性也可以吧，并且这些炮管也不是那种很容易折断的，韧性还行。来看一下玩具的实物，人形的处理吧。其实之前我们看过很多的宣传图片，这一款的造型来说做的还是非常漂亮的。作为一个反派的机器人，做出来了当时日本武士铠甲的那种感觉，而且460的炮放在肩头的这个地方，肩膀上2个左右不对称式的处理也很漂亮。上面这里还有樱花的花瓣。这些涂装的细节做的都十分精美，眼睛是用红色的金属漆镀出来的，很闪亮。包括胸口这一些层次的感觉，装甲的质感还是很棒的。后背立的这2个 flag 也很有当时日本武士铠甲的那种风格啊。上边呢，其实还有樱花的一个小图案印刷，以及这2个纯粹是造型件嵌进去的。那你说就这身铠甲的造型以及配色处理吧，又莫名其妙让人想起来武田信玄家的赤背。大腿的造型也很对味儿啊，它其实是用2层厚厚的板件堆叠起来的这种蓬松感。屁股后边这2块板件也是剑身中间的部位啊，这块的装甲翻折过来做成了后边的一个裙甲造型，而背包的部分也是整个亚麻头号的一个剑桥处理，还有它的塔座这些地方。其实现在的状态下就可以把板件上的这些炮塔剪下来放在这些塔座上了，气势上面会更足啊。但是我个人感觉它在变形的过程中会影响阻碍到一些，所以等到最后我们再一起来装吧。腿甲侧面460的主炮搭了在这里啊，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包括小腿肚子的后方用了螺旋桨的部分，还有它剑尾的这一块弧度来做腿肚子。前方这里的腿甲造型也是非常有机械范儿的，包括里边的一些内构细节刻画。2只脚丫子小小的，但目前看的话，站立支撑起来的稳定性还可以。可动来看，头部这里左右旋转球形关节啊，因为这个头盔太大了，其实有一些影响。摘下来以后，点头抬头360度旋转就不会干涉到了。
肩膀这里360度可以旋转。如果你发现这里有一坨白不拉几的东西呢，其实是它出厂时候上的润滑油。肩关节这个地方都是合金件，包括肘关节这里，它在关键的位置节点上面，包括锁扣的位置都使用了合金材质。平举胳膊的话，要撩开这一块的肩胛，其实配合上一块变形的可动，幅度还是很高的。二头肌根部360度可旋转，手肘两段关节曲臂也能达到非常大的幅度。手腕360度可旋转，同时有一个外扩的外展关节，可以让手向这个方向抬起来。手指全指可动，腰部左右有一定的旋转幅度，但是屁股后边的这一块多多少少会阻碍到。但同时呢，它也有独立的弯腰关节。折动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弯下腰来以后，你再左右转，这个地方就不会绊倒了。裙甲撩开，胯部这里它做了一个磨盘式的双关节。根部的这块材质是赛钢用料，所以嘎吱声非常的明显。当然解锁开以后，前踢就完全没有压力了，而且撑得很稳。后踢幅度也很大。侧踢多少会阻碍到一点，并不能踢到90度。大腿根部左右有旋转，膝盖位置合金零件的双关节，抬腿幅度也是够的。脚踝左右有接地，幅度还可以。但细心的玩家也发现了，其实这款身上并没有什么齿轮关节，都是靠肘的力度在支撑。所以现在我们也是把特效键装一下。它上边插的这些特效键都是左右扣合的，我们只需要按照造型把它嵌起来即可，并且它的关节支撑力度什么的也可以。其实特效键的重量还是有一些的，插上了键身以后，这把剑其实挺重的，但握在手里边靠插扣固定以及指力的握力的话，还是不错的。头上的两个刺刺也有火焰的展示效果，非常带感。然后我们进行这款冥河号的一个变形过程。变形第一步，先把头盔摘掉，这个很可惜啊，是无法一体变的，毕竟造型太夸张了。先从后背来看，把这一块 flag 的所有杆子全部拉平，中间的转轴还是很多的。然后打开下方这一片的盖子，放在这里备用。肩膀这里的变形，立起来这块板件，打开下方。翻到后边来，注意在这一块红色的边缘底部啊，往出掏半个，把这一片折成弧线，整体的肩膀关节抬起来，然后把胳膊顺到里面去，藏在这个空间里边，手掌摊平，横折过来。接着有一步挺重要的，把大拇指拧个180度折到后方去。变成现在的造型。顺着这个角度来看，这里有一个双关节，从错位的地方往前推，推到头以后，后方这块装甲和肩膀根部有一个暗扣，这里卡住，然后这里再往里推，插合，把这里压平。两边完全的变形好以后，往上折90度，转过来。腰部这里有两个合金的钩子，打开锁着的位置，同时翻到背包整个剑桥和塔座的地方 ，Z 字折叠，卡扣解锁放下来，上半个身体就可以通过中间的3段连接杆吧，拉起来，让腰身整个的加长一部分。肚兜甲往上折90度，左右劈开，旋转。放到两侧，这里归位，打开以后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前胸甲抠开，往下扣，缩到这个空间里去，把这里压平。脖子连同后方的连接杆位置，整个的拉开，旋转，脑袋缩进去，这一块叠到这个方向来，左右打开。因为腰部现在的位置并没有什么锁扣啊，这也是为什么我说你在变形之前不要装这些炮塔的原因。接着我们来看前方这里的两个杆子，从这个球形关节旋转180度，拧到这边来，
哎，你可以觉得现在这个样子就可以结合起来一个船头，但是呢，不要先结合这里，我们要把这一根掏过手臂去，所以先要把肩膀这个位置折一个90度，并好，放在这里，然后通过这个下方的杆子，还有根部的这些转轴，我们掏过来，让过这个面板，把手装进这个空间里去。大拇指一定要记得冲后。先翻到这面，注意燕尾的插槽，我们把这2块结合，扣整齐，里边这里手就可以顺势盖上了。两面现在我们都结合好了，注意中间这里有一个小的方块，我们把它折一个90度放下来。接着就可以把中间这里所有的地方密合起来了，小心这个地方的挂钩，先从挂钩处密合，再结合前边的卡扣。另外根部这里的副炮位置 ，Z 字折叠，我们把杆子先拉起来，开始密合。在玩的过程中，你会发现炮塔的转轴下方这些滑腻腻的，其实都是预涂的润滑油。PP 甲撩起来，旋转180度。翻到这一面来，然后再90度往外折，从里边90度立起来这一块甲板的部位，然后往前锁定。在锁定这一块之前呢，我们记得要先把这一块翘起来，因为它的燕尾插槽要这个在上边往下压。同时结合的上下这里的2个扣点。把这一块腰部咱们先固定锁住它，腿部的变形我们倒着来，先把脚尖和脚后跟捏在一起夹住了。小腿这块装甲特别不好理解啊，首先解锁的位置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卡扣，打开它，卸松之后这块板件我们折开 ，Z 字双关节靠这一个连杆放在这里边。跟这么转一下，不是很好看懂吧？其实它的作用就是把这个脚尖反包进这个弧线的空间里去。所以我们先 Z 字折叠打开，然后拧一个90度，往后再套，接着再转，根据根部的这个转轴往上旋90度，让过脚背面。钻过来，把这个轴贴平，脚尖就完全填到了这个空间里。这回盖板盖下来，插扣结合。大腿甲的变形就简单多了。首先抠开上方的这一片中间暗处的连接插槽，双关节我们把它拉松。在这一面还有一块装甲，我们要把它靠韧性别出来了，因为可以从根部这里看到。这里有一个扣点，这一块等于是挡着的，所以要捏一点点的边儿，靠着点韧性，把它里外换一个方向，折出来。另外上边的这块甲，注意根部左右的一个插槽，打开，接着又一个 Z 字折叠脱开，2层的腿甲。在闭合之前啊。膝盖的这个双关节位置，我们要调正一下，稍微的错一点点份儿，也就是让小腿冲后，大腿冲前，让中间的这个缝隙对平了。哎，你这回再往下结合小腿的时候，中间这里会有一个卡槽，然后从大腿的根部横转90度，这里有一个滑道，把它缩进去，上边的这块装甲落下来。进行插合，依旧左右全部变形完成，开始结合，把中间的套钩挂在一起，结合，双腿完全插在一起之后，来中段锁前后的2个燕尾插槽，把它结合揪筋插在一起。侧面的装甲锁好以后，再把剑桥的部位 Z 字折叠放下来。注意这里边的塔座的形状啊，还有根部这里，要一起同时的落下，然后再把这个460旋转归位，
还有一步小细节，裤衩这个地方双关节往内翻，这样让你的船底更加的平整。船尾这里，立起来往下折叠，小的起重机。于是这一款冥河变形完成，就是现在的效果了。船身的造型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板件密合的细节以及上边的一些造型刻画都非常的不错。每一门460的根部都是可以独立旋转的，炮管也可以单独的抬放，剑桥的雷达可以旋转，桅杆这里也可以活动，包括后方起重臂的部位。前后左右的活动范围也很大。我知道现在很多军模的玩家肯定想吐槽了，你这不能瞎做吧？你虽然说叫个冥河，不能乱改，咋整了5个460的炮塔？这个就不还原了，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也是考虑到第一个，机器人造型下身上装甲左右的炮塔造型的一个对称；第二个，毕竟是一个敏感题材嘛。可能也是为了规避这些，但是呢，设计师其实还设计了变形结构，所以这款冥河也是一个2形态切换的舰船模式。你在变形的过程中就要考虑到，我是要做魔改的形态，还是符合历史中的形态啊？设计师在这里设计了左右对称炮塔的时候，它可以把一边收起来。在这一半拉变形的时候啊，我们刚才翻折的是90度这个小方块，现在180度贴到里边去，上边的这个炮塔你就可以双折叠往内收了。而这个时候把胳膊贴进去，我们再来变一次，完全的贴合完毕，你会发现多余出来的这个炮塔刚刚好夹在了中间的这个缝隙里。好吧，再来进行船头的密合，船尾的部分就简单多了，双腿往开一分，直接把这一边的炮塔通过连接杆双段关节贴到腿缝子里去，嘿嘿，简单吧？再密合腿部，现在密合完，你就会发现甲板上边的主炮就剩下3座了，嘿嘿嘿。我觉得这个不能用妙案形容啊，就是形容为这个设计师鸡贼。稍微偏着一点的角度啊，其实我们还可以根据底部的这个磨盘转动，再把它搓到中间的来，后边的这一座也是啊，根据磨盘转，往中间一放，太鸡贼了。当然这个时候还有很多的窟窿眼嘛，我们就可以开始剪流道了。板件全部剪下来之后，每个型号的炮台其实还会赋予2个备用零件，而全部装在船身上的效果呢，也是挺不错的。作为战列舰吧，副炮多一点没什么坏处。船尾这里也有4门，尾部这里有刻画4枚螺旋桨啊，同时也是可以旋转的。这个感觉还是非常有味儿的。作为一个非常不称职的战舰世界玩家，我曾经用在游戏里边准备氪金的钱拿出来买了一盒 FOV 的1:700的这个合金模型。其实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这一艘船型还是非常大的，这个冥河号差不多得1:600左右了吧。但是对比一下，明显也是感觉到冥河作为一款变形玩具，身上缺失了很多的细节，比如船头这个位置的旗杆，以及舰首这里的徽章，甲板的木条纹，这个就是个平面的，炮塔这个地方的涂装，并且少了舰载机，还有后方这里的炮塔数量也不太一样。其实作为一款标志性的大战列舰，炮塔应该更多一些，但这款嘛，因为碍于变形的需要，这个甲板上面显得太干净了一点点。应该再多做一些刻画，或者说多再加一些刻画出来的炮台。还好的是，冥河的这些炮台插上去啊，每一个都是可以独立旋转的。插上这些特效键以后啊，火力全开的样子也是非常不错的。其实还会有2个主炮的特效键啊，也是在5炮形态下都可以开火的。这个时候，2艘亚麻头接舷。
总结一下，这款冥河号还是挺有趣的啊，毕竟它可以2个形态进行切换，也能还原出来军迷心目中喜欢的那个形象。特效件加上以后的效果非常的不错，整体的剑身非常巨大，做工用料材质都还尚可。板件吧，在一些危险的地方也更换了其他的材质，模具的精度还是非常准的，偏合起来每条缝隙对准的话，这个舰船还是比较整齐的。但对于舰船的玩具来说，避免不了片片连杆这样的设计啊，所以这一款的变形结构并没有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更多的是在造型的处理上边，它把最后的舰船形态又变成了一个很日式武士风的这么一个造型，算是点题了吧。而且冥河这个名字用得好。再加上船身上的这些红色鱼鳞纹，有一种很高级的质感，同时变成了人形装甲下也有那种装甲鳞片式的刻画，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款玩具作为一个反派设定的角色还是合格的。同时我还挺期待它后边要推出的那个列车炮，我对这2个反派角色还是非常中意的。有一些地方可能不会像军模做的那么的细致，它毕竟涉及到变形，有一些板件它必须得平整光滑嘛，但该有的细节也都能处理出来，让人一眼看上去也能大概齐的知道这是哪一艘型号的船。只是舰船形态下的唯一遗憾，船底这里露着这么大个窟窿，并没有遮挡起来，它不会像之前的一些舰船的变形设计包裹的那么严实，甚至船底都填得严严实实。人形和伪装形态都非常的有特色，所以相当漂亮的一款玩具，我个人还是比较在意那个舰娘啥时候能推出呢？那么得嘞，这一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